启动出海，好运到，风生水起，福运兴。大家好，我是陈老师。在即将来到了2024年，即为岁次甲辰的龙年，在这个龙年呢，我们要如何布局我们的阳宅风水呢？在这个2024年，又刚好是我们3元9运中的下元运中的8运要交接到下元9运的时候，这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首先我们来谈谈什么是3元运。3元运就是3个元运，分别是上元、中元、下元。每一个元运中包含3个小运，一个小运管20年，所以3个元运里面就统合起来变成3元9运。而其中的上元运是里面包含了1运、2运跟3运作为一个上元运，而中元运里面是4运、5运、6运合成一个中元运，下元运里面就是7运、8运、9运合成一个下元运。一个小运20年，那一个元运就是管60年，3个元运就是180年。而这1到9运在悬空派里面，古人把它和悬空9星来配合，所以每一个元运都是以星宿的运转作为对应。既然是星宿运转那在不同的角度的时候都会跟我们的地球产生了不同的力量与影响。而风水的核心的理论之一就是来接收星宿之间所产生的力量与我们地球的地磁之间的呼应而产生的这些能量。这股能量可以通过不同的管道来给予我们人类不同的作用，所以在每一个元运它都会有旺运跟失运的分别。而其实旺运就是接收我们能够承受对我们有正面影响的力量，例如财运、丁运、官运、旺运等等之类的正面力量。而失运的力量就是我们不能够承受的，或是把我们本身有的力量给带走的状况，例如破财、破产、破丁、破官、破家等等之类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承受的力量。那其他的例如什么呢？像散家、多病、散财、短寿、散足、穷困、疯癫等等之类的，就有可能是我们本来的家运或是个人的运势被天象或者是地脉所带走了能量。而这些很多人认为风水是玄学它其实是一个科学。有些风水的技术里面还可以让人家看到了幻觉。例如我们以前在比较深入学习风水的时候师傅就有说过，一个破败的宅运里面它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年岁里面、特定的角度，会看到一个红色衣服的人站在门口那边晃动，但其实他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妖魔鬼怪都没有，它只是地磁跟地表还有地脉之间形成的类似什么呢？举个例，就有点类似像极光这样的光影的幻觉。当然我们去当地去实习的时候是没有看到什么红衣服的人。为什么？因为那个地运已经过了不会再形成了。但是呢，我们师兄弟都会不自觉的往那个角度看过去，好像那边有东西在动来动去的感觉，但是那边什么都没有，只是觉得好像有人走过，但真的就是没有，它只是一个地磁的风水力量的形成的一个能量区域而已。而我们要迎接的2024岁次甲辰就是要从下元运的8运要交接到了下元运的9运。网络上有很多频道跟主播就把它讲得很严重，对不对？但其实这种状况就像你小学5年级要升到小学6年级，都是小学也都是高年级，因为它都是元运嘛，所以实际上变动不会很大。我们真的要担心的事情请你再等20年要从我们的9运转回到1运，要从下元运转到上元运，那就是非常需要注重的历史性的转变。到那个时候那如果老师还活着，我们频道还要继续开着，那老师继续跟各位讨论一下，我们一起好好的手忙脚乱一番，来去迎接新的元运。因为到那个时候所有风水上的理论都要翻天覆地、风云变色的改变。但是现在这个9运其实真的没有这么严重。而之所以9运我们称它为火运是刚好对应到后天八卦的九子离，离为火卦。后天八卦中的离卦象征南方，当然也同时象征火。之所以老师说同时，意思是南方它可以是卦运9，但是南方却又不一定完全等于火，就是等于火，它也不代表它很热。所以说它可以同时是，但不是代表南方它就一定代表火。
这其实老师知道各位好像有听没有懂，但毕竟这个不是教学的课程，所以老师只能点到为止啊。其实，在我们的一些通识课程里面这个部分讲的是比较详细一点的。所以九运我们称它为火运它其实不是很准确。举个例来说，就像一个家庭的女人就一定只能当家庭主妇，而丈夫就一定要外出工作吗？这其实不一定，对不对？你只能说她是女人，但她同时可以是职业女性，也可以是说女人同时是家庭主妇，就是女人同时她也可以是母亲，但母亲又不等于她一定是某人的妻子。这样逻辑各位有没有了解呢？那如果你觉得混乱了，那就对了，因为老师以前跟师父学的时候那是更加的混乱跟模糊。但是呢，老师的师父觉得他讲得很清楚。那各位如果你觉得很模糊，但是老师我也觉得我讲得很清楚，至少我觉得我讲的比我的师父还要清楚。所以意思是它可以是，但它可以同时是，但是它不是一定是。所以九运并非一定是火运，但是代表卦位跟地运的强度，它当然是有影响的。下元运的旺运方是7次兑的西方，8白艮的东北方，9子离的南方为旺运方。所以一般我们做风水在下元运的时候会比较考量把旺运方的力量收进来给我们的阳宅来使用。所以一个宅我们能够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保这个宅它可以比较发旺20到40年，但是很难保它60年以上。我们也比较少看见这种60年都很发旺的房子。为什么？因为首先会遇到换元运因为你看这个一个元运才60年嘛。第二个就是屋子太老本身的屋气也会钝化，就很不好用，也不好激发它的宅运。虽然还是有办法用特殊的方法让它可以起死回生，但是都有点类似科技跟狠活，不是非常时刻，都是尽量避免不要去使用。那我们要怎么样收旺运呢？一般来说我们会比较倾向门朝的西方、东北方、南方开的房子是在下元运中比较能够收旺运的房子，而失运方就是这个方向以外的，就是失运方，尤其失运比较大的就是上元运的北方、东南方跟东方这3个方向。收这个方向3个方向的运容易把失运收进来，那对宅运跟家运的还有个人运势都会比较有一些影响。简单说就是损耗会比较大。那既然说损耗比较大，就容易把我们的强运降格为好运，好运降格为平运，平运降格为坏运，坏运降格为没命这个有没有比较容易理解呢？这个是比较流传的方式也是比较多先生使用的原则。但实际上这些逻辑在现在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刚刚说到了3元运法则是基于大家都是透天厝的独栋房子，你房子直接盖在地上，所以你比较能够收运。但是现在的大楼跟单元住宅有时候就会落到它是4栋楼围成一个口字形，或是一栋一栋的单元，每一层每一户的大门又开不一样的方向，1楼开门也跟你家的方向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整个收运的方式就跟传统的风水逻辑会有比较大的差异。所以这个如果只单纯用3元9运的方法来布局，那么基本上对我们来说是很难使用的，也很难有帮助的方式。这个时候我们比较好去看这个状况去使用这种费用都会比较高的，因为你这个复杂性会变得很高。而且我们还要依照土地的大小你是独栋的话你独栋的话我们还看你土地大小。那这个开运费用其实说实在的，你从几十万到几千万台币不等的费用都有可能会产生。各位觉得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去花这个钱去看风水？有钱拿来装潢，拿去做一些买家具，不是它不香吗？老师只能说越有钱的人越乐意花这个钱。有钱人也有分有些富人请了老师，然后再去杀价或者是议价。这里老师还是奉劝各位比较富有的人，当然人家说那个富人都能够很抠，你要抠你才能够聚财，这个是没错。但是还是要知道一件事情，每一个行业有它特别的地方。你找任何的老师，对方如果报价了，你可以针对他给你的一些用品跟需求做增减用品比如说这个我可能没有预算买这个摆件或是做这件事情你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增减你所要花费的钱。这个是可以毕竟我们是把钱从口袋掏出来的，不是别人说多少就多少。我们有钱呢，就照他的方案去做如果钱不够，我们就少用一点，其实这都没什么问题各方的老师都能够接受。
但是你不要说我今天你报价出来了，那你跟对方去杀价或者议价啊，人家给你报个10万块，就说啊老师你这个也没多少钱，市面上买这个才多少钱，3万好不好啊？5万啊，不然6万7万，对不对？你要议价，你就干脆你不要请老师，请老师你就不要怎么跟老师去杀价，你要去议价你就删减用品就可以了，你不要去整个项目你就维持一样的方案，然后去跟他议价。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在什么地方、什么事情来去给你做什么事、什么样的变化。这么说好了，正所谓风水会轮流转，做好了风水局它其实不是保永久的，它在特定的时间都需要稍稍的改变一下，来因应地脉的变化。你给他杀价就损及他的利益，那更不可能去提醒你在某些时间你要做什么改变，他就等着你自取灭亡就可以了。毕竟无利不起早，告诉你，你也不期待你会给我什么样的好处。当初你还给我杀价，你是不是看不起我的专业啊？那我就看你的好戏啊！这种事情屡见不鲜。这个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风水案例叫做鸡真屋这个可以上网去百度或是 Google 一下，这是很有名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一般人主要我们靠的就不是像那种动土建房子那种大的风水，我们看的是个人的居家或是阳宅的风水我们就靠流年飞星来做布局，我们可以因此而因时制宜的改变，是比较合适的办法。所以每一年你就要来听一下老师的风水流年总论就可以做一些合适的改变。这里说一下，如果你想请任何的老师去你家看风水，你的房屋如果没有超过50平以上的换成中国的平米的话，就是150平米以上的，基本上你就不用去请老师去你家看阳宅风水，因为这个坪数以下的房子，老师说的是实际使用你不是含公设不是含那些公摊都没有，你实际使用的，如果在150平米以下的，那无论你的地点多好，房价多贵是不是黄金地段都无所谓，因为比较小的房子你很难做这些格局跟摆饰的变化，所以看了之后再厉害的老师他能够做的东西也不多，因为我们需要空间，所以说这个就不用请老师，你只要看流年风水，你稍微在家里的居家里面稍微移动一下就可以了，好吗？而2024年的流年风水走到了正为雷卦，走入到了中宫，成为我们2024岁次甲辰的阳宅风水的核心。而在八卦中正卦代表了数字3，五行为木，颜色为青绿色的碧，那这也代表了禄存星都作为我们的流年星宿，也就是家中代表长男的一个卦位。而这样子的卦位走到了中宫代表我们今年会有一个世代性的转变，由新生代来代替上一个世代，要揭开新时代的面纱。而禄存星同时也代表了财富跟智慧，这也代表了新经济的时代会从2024年开始会有一番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经济或是产业结构的一些尝试会在这个2024年进行了革新跟进步。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不断的进修新技术，以及开放学习新的观念，这样我们才不会被时代所抛下。而在风水上中宫为禄存星，那么这里就需要安定，所以在家里的正中央尽量不要摆放金属制品的用品，因为正为雷卦的五行为木，避免金气伤了木气，所以尽量要避免置放金属的摆件。而如果让金气伤了木气，就容易让阳宅内的口舌与是非变得比较多。而如果本身的运势比较弱的，还有可能会引发了官福星，而陷入了诉讼的问题。而要激发中宫的力量这里可以放一个水生的小盆栽，用水气征服木气即可，但是不要放大鱼缸，这样会让水气过多去掩盖了木气，反而让木气产生了无力感。而第二个方位我们来看一下北方。北方今年轮值的卦位为艮为3卦，代表的数字为8，五行为土，代表颜色为白色，流年方位星宿为左辅星。左辅星是一个很吉利的星宿，主掌的智慧跟谋略。在五行上虽然看起来被中宫的主星正为雷卦所克制，但实际上它是贡献主宫的能量来源。所以在这个方位上，我们可以置放电器产品，或是挂一个时钟这个就没有太多的忌讳。唯一比较需要避免的就是当仓库或是堆放一堆没用的杂物，这样左辅星它就被压制住就很难发挥作用了。而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南方。
南方今年流值的卦位为兑为泽卦，代表数字为7，五行为金，流年星宿为破军星。这个方位今年是属于流年的三煞方，也就是不能够使用的方位。但一般人会认为我们下元运今年开始是九运，九运为南方是当运方，所以我们要找房子它开南边门的尽量使用南边的力量。这就是谣言派的风水学说，谁信谁用，谁倒大霉。老师一般不会批评同行但是会在2024年大家利用南方的，那他就不是同行，因为这种错把逢金当马良的人这至少不能够自称他是风水师的人。而我们在用风水的时候讲求的就是时机二字。你说南方是九运的当运方即使是今年不好，明年换流年了，那就好了。乍听之下很有道理，但其实根本就是一派胡言。举个例子来说你把一颗稻米的秧苗在冬天这个冰天雪地的时候，把它插到土里，然后说现在虽然是零下20度，秧苗不会发育，但是过了3个月开春，温度到了，这株秧苗不就可以开始发育了吗？很好，你得先让这秧苗活得过3天，你再说它能不能撑到3个月。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到江湖一点诀，老师已经把秘法告诉你了，学不学懂不懂就看你自己了。我们在利用阳宅风水的时候要看的是阳宅本身还有人命呼应的关系。意思就是说，阳宅是我们住户的载体，我们是阳宅的灵魂。我们在进去之后就像投胎一样，入住阳宅才会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人气，毕竟这个阳宅才会开始正式的跟我们产生了互动的关系，阳宅的好运跟坏运才会跟我们产生了互动。所以你在2024年岁次甲辰年要入住的房子，记住老师说的是入住，不是购买。你买了不住，阳宅跟你没有关系。所以有些人说谁谁谁的运不好，那用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去购买是不是就可以？这个也是属于谣言派的。阳宅只跟住的人有关系，所以2024岁次甲辰年不要入住大门朝南开的房子。注意旅馆不算，因为旅馆里面已经有别人住了，所以不影响我们的旅客。老师说的是我们会长时间在那里面的房子，例如办公室、住宅、活动的仓库等等之类的。而如果在2024年你入住了大门朝南开的房子，那就像投错胎，金汤匙没含到，含到了隔壁老王的免洗筷。那么即使明年南方的运好转，你这个阳宅里面已经对你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就像你先天体质已经不好了，后天再去补，顶多像一个奴隶遇到了好主人，待遇可以很好，但是你很难翻身，直到搬离这个房子为止。要记得，不对的时间硬要入住对的房子，那就是先天不良，后天只能拼命调整，也很难调整到好到哪里去。而在2024岁次甲辰，能的话避免睡在房子的南方，精神会比较差，容易生气，睡眠品质也会比较不好，各种时运容易受到打折。而这个方位比较适合堆积用不到的东西的仓库、放垃圾的地方，或是干脆就直接给它空置。而如果要化解这个地方的破军星的力量可以在这里点一盏不会关掉的长明灯。长明灯不用什么特别的材质你放一个台灯或是一般的吸顶灯保持光亮，最好使用 LED 的不然你用一般的钨丝灯泡其实它是比较容易烧坏的。而这个方位也要避免动土，比如说就是敲打钉子或者是你要去装潢它。如果你必须要去装潢它或是敲打钉子，你就必须要择日选一个破煞的时间来进行动土。如果是新屋装潢，也要选定好你开工的时间，不然你犯了破军星，能够破财消灾都算小事了，怕的是家里面的人谁谁谁时运比较不济，容易引发了蝴蝶效应，那后面的结果就老师不敢跟你说了。而接下来我们看第4个，我们看一下东方。东方今年走的卦位是坎为水卦，代表的数字为1，五行为水，代表的颜色为白色，流年星宿为贪狼星。各听到贪狼星你不要感到害怕，因为今年的贪狼星是一个能发挥吉利力量的方位，这样的方位让具有在这边睡觉的或是住在这边的人你可以得到贵人云集，个人的魅力提升，以及升官发财的力量，这是一个很吉利的方位。在这个方位我们可以摆一些金属的饰品，例如金元宝或是贵金属首饰，或是你的存折等等之类的，你不要有放多有放1个2个就可以了，也可以放一些流水的造景这些都可以。
但是即使你什么都不做啊，只要这里不当仓库，不摆厨余或是垃圾桶，保持干净整洁，太阳星啊本身就会自动发挥作用的星宿，所以你即使什么都不去做，它还是很吉利的力量。那接下来我们看第5个方位，我们看一下西方。西方今年走的卦位是五黄方，代表数字为5，五行为土，颜色为黄色，流年星宿为廉贞星，跟我们的南方的三煞方一样的概念，可以当仓库，可以放垃圾，但是不可以动土施工，尽量不要摆放电器或时钟为宜。这里可以放一些开运竹、阔叶的发财树等等之类的植物造景，可以稍稍化解以及降低这个五黄方的煞气。如果你坐在这里办公，不容易晋升之外，还比较容易出现业务瑕疵。而如果你睡在这个方位，睡眠很多，但是不容易睡起来有睡饱的感觉，精神容易比较萎靡。如果睡在这里啊，不要说摆盆栽了啊，你氧气都被它吸走了，我们只能吸它的二氧化碳，那这个状况就不是很好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第6个方位，我们看一下东北方。东北方今年的卦位为乾为天卦，代表的数字为6，颜色为白，五行为金，流年星宿为武曲星。一般来说，这个卦位是很吉利的，但是今年要少用，甚至搁置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一开始说过啊，今年是新生代革新之年，而乾为天卦代表是老一辈的象征，所以今年这个卦位啊，就跟流年的力量所抵触，所以一般来说啊，就无法发挥武曲星的力量。所以这个方位啊，基本上属于中平的方位，不用太忌讳，但是也不是重点使用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看第7个方位，我们看一下东南方。东南方今年的卦位为坤为地卦，代表的数字为2，颜色为黑色，五行为土，流年星宿为巨门星。这个方位啊，是今年的病气方，不适合养病的患者或是老人家睡的方向。坐在这个方位啊，就容易感到疲倦、不耐烦，容易与他人发生了争执，业绩跟工作绩效容易下降等等状况发生。一般来说，这个方位啊，可以放铜制的葫芦，放3个，可以降低这个卦位所带来的力量。这个铜制的葫芦啊，市面上很好买到，它也不贵，不用找什么特别开光过的，你也不用来找老师买，老师也没有在卖。如果你长时间听老师的节目，之前就已经买了，那在新的一年啊，你就早一天把旧的铜葫芦啊，在上午7点的时候拿去屋子外面的阳台或是这个草地上，然后让它晒太阳。那天下雨也没关系，就让它淋雨。然后下午3点之前啊，就把它收回来，连续3天啊，最好是7天，就可以在新流年的时候啊，继续让它使用，不用再买新的。这个是秘法。有学到算你赚到了。接下来第8个方位，我们看一下西南方。西南方今年的卦位为巽为风卦，代表的数字为4，五行为木，代表的颜色为绿色，流年星宿为文曲星。这个方位是属于今年的吉利方位。既然知道这个方位代表的是文曲星，所以在2024甲辰年要考试的考生也可以坐在这个方位。无论你是要考学校、考证照、考晋升，都可以获得流年风水的加持，也可以让做创意产业的可以做出很好的灵感发想，做业务或是行销企划的可以出奇制胜，获得良好的绩效。基本上是属于万能型的吉利方位，而且不用特别去激发，只要保持干净整洁，不要放厨余，不要放垃圾，也不要堆积一些仓库或是杂物。基本上这个方位的力量是非常强悍的。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9个方位西南方。西南方今年的卦位为离为火卦，代表的数字为9，五行为火，代表的颜色为紫色，流年星宿为右弼星。这个方位为今年的消耗方，企业啊可以把库存不好卖的东西摆放在这个方位，可以增加出清的机会，也可以放置垃圾桶、仓库、杂物间等等之类的用品。这个风水我们不是只要知道我们怎么样获取能量，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的去消耗它。一句名言叫做来龙与去脉，我们不能只想要得到，也要想怎么去付出。如果我们没有想到付出的方法，那我们身体就很不健康了，因为新陈代谢，各位明白吗？而睡在这个方位呢，就会睡得比较不好；坐在这个方位呢，会比较难以集中精神，或是容易天马行空的开始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所以这个方位啊，比较不适合人在啊。如果要降低这个位置的力量啊，放一个流水的造景啊，可以降低这个位置本身的力量。只不过水啊，它要勤换，因为它很容易脏掉，
或是混浊，甚至也比较容易干掉。但是基本上右弼星本身它是一个吉利的星宿，虽然流年没有太吉利的力量可以让它发挥，但是也不会有太强大的凶煞的力量，是属于中平的方位。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岁次甲辰年2024的流年风水走论解析。老师还是要再次提醒，流年风水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犯到流年的三煞方跟五黄方这两个方位，不要动土施工或是装潢，要入住新房也不要挑门口开在三煞方或是五黄方的地方。你可以把这房子先买，但是你不要今年入住，买了装潢你再隔一年再入住嘛，不然你也不要说你买了我一定要入住，然后再来问老师怎么化解。头错胎，你要我怎么帮你化解，对不对？已经先告诉你了，你就不要去入住，晚一年再搬进去是最好的做法。其他方式只能降低影响，不能够完全避免。能我就跟你说方法，不能就是不能你不要找老师买说，买一个东西可不可以说你帮我化解这个很困难。为什么？就像举例来讲，你会在北极圈去围一亩地，然后造一个温室，然后用强大的能源去让这个里面的室内温度就跟南方的春天一样温暖吗？对不对？你就算达到这样子的状况你也很难种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围起来，都种好了，温度也到了，但是它的土是冻土，所以说你能做的，能够给它的帮助都还是很有限。这样的例子，不晓得各位能不能理解呢？最后老师也是祝大家我们都能够在这个西元2024岁次甲辰年，能够风生水起，如鱼得水，鱼跃龙门，龙腾四海，八方进财，旗开得胜。我是陈老师，记得按订阅、按赞还有加关注哦。我们下次见。